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别让眼周细纹出卖你的年龄哦。其实很多病患来门诊的时候，常常会因为眼周的困扰来。那主要我还是会针对症状的状况去跟他们分析。那大部分人的症状呢，主要会有色、纹、凹、凸。第一个就是色，也就是常听到的黑眼圈。那第二个呢，就是纹。那也就是有我们笑的时候呢，会产生的动态皱纹，但是呢，长期下来呢，就可能会产生眼周细纹咯。第三个呢，也就是凹。也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呢，我们皮下组织会慢慢流失，也就形成所谓泪沟。最后呢，就是凸，凸呢就是我们的眼下面的脂肪垫突出。那不管是年轻或年长者都有可能产生哦，也就是常听到的所谓的眼袋。色、纹、凹、凸，也就是4大我们常见的眼周困扰哦。眼周呢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呢，但也因为眼周的皮肤薄，那随着年纪的增长的时候呢，胶原蛋白的流失呢，表现会更提早出现。那如果再加上一些表情的丰富，然后过度的眨眼的一些动作呢，就会更提早胶原蛋白的流失。最后呢，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生活形态的部分，比如说熬夜、晚睡，或者是过度的使用一些3C 产品，像手机啊、电脑啊，这样过度使用的话，会让眼周的老化提早出现哦。那我们可以根据刚刚所提到的一些症状呢，来对症下药。比如说色，我们可以利用一些色素性雷射呢，帮助黑色素的淡化。那如果已经进展到纹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看它一开始如果是动态皱纹，那很单纯啊，可以用肉毒杆菌注射来解决。但是一旦进入了细纹呢，那我们就可能要思考它的纹路的深浅。在初期，其实 PRT 动筋也蛮好的哦，因为像我常常会跟我的病人讲，因为我会把眼周分成一个3D 结构，如果还只是浅3D 的阶段，用 PRT 动筋，它还是有一些许的刺激增生的效果，可以让我们微凹的一个状态呢，达到一个抚平的作用。但是呢，如果真的到相对深层的深3D 的时候，这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到进阶的像玻尿酸这一类的填充剂来帮忙哦。PRT 呢，也就是高浓度的血小板。大家都知道血小板吧？就是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呢，血小板的功用就是负责帮助我们伤口愈合，所以呢，它一定富含很多的生长因子。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它从我们身体抽取出来，送到专利的实验室去萃取出这样子一瓶一瓶的动筋化的血小板的动筋。我觉得在门诊当中呢，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治疗方式，主要就是因为它只要一次抽血呢，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10到20瓶不等的动筋的数目。那最重要的是，它还每一瓶都有它的一个浓度的一个标示，所以我可以根据不同病人的他的一个状态，使用不同的瓶数，可以更精确知道我的治疗效果可以到哪里哦。其实啊，我会发现呢，这几年来眼周老化真的有提早出现，不晓得是不是因为3C 过度使用的关系。那我觉得在一开始呢，有些人他们对于玻尿酸在眼周注射的时候会比较有一些担心，比如说不自然，或者是会担心眼周注射的风险。所以呢，在使用 PRT 注射眼周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的安心。不单是单纯细纹的注射可以改善它的一些因为刺激增生而增加的一个抚纹的效果，那对于一些初阶浅3D 微凹陷的时候呢，它也有达到一些增生的作用，而让我在注射，不管是在医生端或者是病人端，都达到还蛮开心的一个作用哦。其实呢，在立即术后的时候，告诉大家一个小撇步哦，因为我们常常呢会不浪费的欧巴桑精神，就会在稀释让瓶身的一些动筋粉，然后再加强术后的导入，让我们术后的一些如果相对有一些红啊、肿啊，恢复得更快。那术后的时候，其实主要还是加强一个重点，就是加强保湿。那这样能够好好的做的话，我相信辅助效果会更好。